年近60，他才从病重母亲口中揭开了那个藏匿半生的惊天秘密。他的生父是抗战名将李弥。我是孙春龙，一个打扫战场的人。李建坤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家有太多的反常。妈妈李小香是昆明纺织厂的普通女工，养父李天才曾经是一名解放军军官，转业后在云南澜沧县的一个小厂里当厂长。每当李建坤向妈妈追问生父的下落，妈妈会立刻冷下脸，生硬地丢下一句早死了，便再也不肯吐露半个字。更让人奇怪的是，家里常常会有穿着西装皮鞋的神秘男子，在深夜登门带来成桶的奶油和印着英文的奶糖。养父每次都会小心关门，特意抹掉包装上的英文，叮嘱李建坤只能在家里吃。在那个特殊年代，甚至还有工作组多次上门盘问李建坤的身世。妈妈为了守住秘密，竟坐在地上装疯卖傻，甚至抓起牛粪往嘴里塞，硬生生把人逼走。这桩桩件件的反常，让李建坤隐约感觉到，妈妈和养父在共同掩盖一个不能说的秘密，而这个秘密与他生父的身份有关。成年后，李建坤尝试自己寻找生父的下落。派出所帮他找到了解放前的老保长，对方告知他的生父是原国军第8军营长张自雄，早年因为历史问题入狱，现已离世。保长带着他找到了张自雄的遗孀，他证实丈夫之前确实有一段婚姻，还有过一个孩子。李建坤终于找到了父亲，在张自雄墓前，他泣不成声，发现周围杂草丛生，连一块碑都没有，立马找人给爸爸修了墓地。李建坤兴冲冲地将好消息告诉妈妈李小香，可妈妈只是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自那以后，每年清明，李建坤都会去给爸爸扫墓烧纸。直到2008年，李小香病重，将李建坤叫到床前，说他原名叫赵云仙，还说出了那个他藏匿一生的真相：张自雄只是你的养父，你的亲生父亲是李弥。李弥是云南盈江人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。1944年，他以中国远征军第8军副军长身份全权指挥松山战役，凭此一战成名，升任第8军军长，成为滇西反攻的核心将领。1948年，李弥出任第13兵团司令官。所部全军覆没后，他化妆潜逃，辗转回到云南，又奉命赴缅收拢残部，组建武装反攻。自顾不暇的李弥根本无力携带妻儿，只得将母子俩托付给部下张自雄照料。可没过多久，张自雄入狱，临行前又将2人转托给同为李弥旧部的姚怀洲。遗憾的是，姚怀洲最终也入狱离世。李建坤3岁那年，家中突发大火，烧毁了全部家当。赵云仙带着年幼的他走投无路，幸而得到李弥黄埔军校的同窗收留。为了避祸保命，赵云仙改名李小香，从此隐姓埋名，再不敢提及半分过往。李弥居然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李建坤不可置信。早年他在边境做过伐木工，还担任过我方情报人员，负责监控境外势力，而李弥正是当年滇缅边境最大的敌对势力头目。诞生的疑惑在李建坤59岁这年尽数解开。他开始搜寻所有关于爸爸的历史资料、媒体报道，发现没有一个字提到他们娘俩。李建坤顿时心生愤怒，他直接找到了李弥在台湾的墓地，站在墓前破口大骂。可骂完之后，还是跪下给爸爸倒了一杯酒。血脉亲情终究割舍不得。在台北工作人员丁淑芬的帮助下，他见到了李弥的老部下，台湾海军退役少将宋炯。对方一见他便惊呼太像了，并证实李弥生前亲口承认在大陆有侧室赵云仙，育有子嗣。李建坤这才明白，爸爸的沉默、妈妈的隐瞒，都是乱世之中保护家人的无奈之举。此后，李建坤多次前往李弥老家云南盈江认亲。起初，李家人并不相信，直到他无意间说出妈妈曾是昆明纺织厂女工，这个细节让李家彻底放下戒心。这个纺织厂就是李弥家的。李家人告诉他，赵云仙比李弥小26岁，共同有过2个孩子，老大是个女儿。李弥逃到青岛时，将孩子托付给了一位姓安的警卫员。
凑巧的是，寻亲过程中，台湾的丁淑芬突然联系李建坤，说山东有位名叫安素贞的女士，曾自称是李弥之女，登报寻亲。李建坤当即要来的报道者的照片，震惊不已，她的容貌和妈妈赵一仙太像了。2018年4月，两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电话里听到彼此的声音后，失声痛哭。时年71岁的安素贞立即奔赴昆明，在火车站的人海中，素未谋面的姐弟俩一眼就认出了彼此。1947年，安素贞在山东出生，不久后李弥部队南调，最终全军覆没。她化妆成农民逃往青岛，为保女儿安全，李弥将她托付给身边安姓警卫员抚养，从此骨肉分离。她本来也有个幸福的童年，但随着5岁那年妹妹的出生，一切都变了。原本有求必应的母亲突然对她百般嫌弃，经常没有理由的让她罚跪，动辄打骂。她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，直到40岁，她才知道自己并非父母亲生。当年是养母误以为自己无法生育，才将她抱回家。得知真相，安素贞对养父母寒了心，别再联系。又是20多年后，她偶然从妹妹口中得知自己的亲生父亲叫李弥。和李建坤一样，安素贞开始寻找关于父亲的点滴。她求助于媒体，登报寻亲，却石沉大海。她做梦也没想到，9年后，一封来自台湾的信真的帮她找到了血脉相连的至亲。这两个同父同母的姐弟相见时，姐姐71岁，弟弟69岁。李建坤将妈妈年轻时的照片送给姐姐，那是安素贞第一次看到妈妈。他还带着姐姐来到妈妈墓前，看到墓碑上的名字，姐姐满眼泪水地对李建坤说：“你知道妈妈为什么叫李小香吗？小香是我的小名。”我联系上居住在泰国清迈的李祖耀先生，他是李弥将军的侄孙，是李弥家族在海外的主要主事人。李先生迅速飞至昆明，经过多方印证，认可李建坤先生和安素贞女士是李弥将军失散多年的儿女。这段被历史尘封的身世终于尘埃落定。李建坤与安素贞这两个被乱世裹挟的孩子，一生颠沛，历经错认与寻觅，承受了本不该有的苦难与孤独。这场迟来70年的团圆，依然无法抚平两个孩子半生漂泊的伤痛。弟弟，我们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终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爷爷。你咋了？要回家了。